for you. I can do everything for you. I will do everything for you. 黑夜的微光闪烁着，指引我步步走向你，跳动着独立的两个心，才接近命中注定。只叫我们离的是你迷离的眼睛，你看着我，我很确定是爱情。I can do everything for you. I can do everything for you. I will do everything for you. 我们都有交织的星球，我们睡在最美的天空，我们牵手的地很沉重。你茶太浓，低血糖了。什么低血糖？你给我，喂，叫。我初吻。你刚刚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一直追问我在医院听见什么。你去医院是不是因为你老是容易低血糖啊？没有多大的事儿，只是去医院的话要让姚蜜陪你去，万一你要是在没人的地方晕倒，多危险！或者找我陪你去也可以，绝对不能一个人去。这也太甜了吧！哎，我的口味。他能主动提让思琪陪我去医院，看来他真的没听到。对，我就是低血糖犯了，不希望别人知道。另外，我允许你用设计师的身份跟进福利院改建的项目，再让你提前转正，怎么样？好的，老板，您放心，你的影集一定守口如瓶。对了，刘总的事情你知不知道错在哪了？休息好了吗？休息好的话就回去吧。我这里没有监控，万一你要是遇到了什么危险，晕倒了，我们这里变成凶宅，很冤的。我就算死这儿，这也是我房子。莫名其妙。
我的初吻。黑夜的微光闪烁着，指引我步步走向你，跳动着独立的两个心，太接近。算了，反正都是救人一命的好事，不用在意过程。我要的东西都拿到了吧？和品上确定的改建设计图都在里面，包括所用材料和施工计划都有。知道设计师是谁吗？叫不染，小朋友们都很喜欢他。前几天院长才定下用他的设计图。走，带我最爱的老婆买鞋去。妈，我们现在已经拿到了福利院改建的图纸。不如趁这个机会，好好教训下陆晨阳。楠楠，品上最得意的是设计，咱们制造舆情，干脆把设计师也拉下水好了，更能让品上自乱阵脚。设计图稿是你拿回来的，随你的便。可心，你找媒体向外吹个风，明天让慈善总会、整个行业乃至社会都知道品上管理不善，令设计图稿全部泄露。我允许你用设计师的身份跟进福利院改建的项目，再让你提前转正。老板，出大事了！福利院改建的图纸已经外泄，有传言说是设计师本人传出去的。知道了。巧克力给你备着，饿的时候别落下。你自己留着吧，今天开始给你放假，别去公司了。哎，不是你昨天才让我做项目的，今天怎么就让我停工啊？我已经答应了，不会把你影集到处宣扬，到底是为什么？你给我一句明话呀！福利院的项目出事了，有传是你这个设计师出卖的，你最好别轻举妄动。陆岑阳是我看着长大的，他的能力和对福利院的用心，不用我跟你们慈善总会赘述了吧？现在是出了一点状况，可任何公司都可能发生啊。就算是易华，他也不能一定保证没有一点的疏漏。听说各位打算为品上的福利院改建提供建材，但品上泄露图纸的事闹得沸沸扬扬，各位应该都不想受到牵连吧？正好易华参与的住宅产品要全部精装升级，要用到给各位目录里的特级环保材料。目录里的物料，陆岑阳都找我谈过。华董是要对品上下重手吗？易华以后的项目将大量运用新型建材，必定能带动市场跟风。如果在座的各位愿意跟着易华喝酒吃肉的话，我劝大家尽快动动火。好，麻烦您了，王总。对，情况就是这样。喂，李总，听说您进了一批特级环保建材，我愿意高出市场20个点给您拿货。您好，我是品上的。这些都是暂时的。好，我等您电话。魏总，不好意思啊，帮不了。谢谢。喂，周总，我和您都是刚刚进入本地市场，不知道您是否愿意为改建福利院出一份力呢？着急啊！你们干什么？有没有啊？赶快住手！公司出现了内鬼，他们只是奉命行事。事情我都听说了，传我出卖了自己画的设计图，这么荒诞的传言，你们会有人相信？我给福利院做设计不图回报，怎么会是我呢？你记恨公司招你进来，只是让你在市场部打杂，
福利院的改建动工虽然选用了你的设计，但是并没有改善你在公司的处境，所以你就怀恨在心，故意泄露了全部的设计方案，为了让外界笑话品上管理不善。这些都是你的臆想。明明就是他，因为就是他，说的这是强词夺理。就是。陆总会相信我的。哎，盆景被不染斑过，土里都扒开检查一下，看有没有藏东西，找得仔细点。住手！这土里能藏什么？窃听器吗？杨幂，这会不会太荒诞了一点？从你搬家到陆总对面，事实出现在福利院，你就已经很值得被怀疑了。福利院改建用的是你的设计，全公司只有我和陆总看过全稿，连凯瑞等总监级别的都只看过部分图纸。为了以防万一，不同部门都只有相对应的执行图纸，所以你泄露全图的嫌疑最大。我画那些图纸费了多少心血，就是想给福利院的孩子们一个理想的家，让他们心心念念的屋子能够顺利改建好。我怎么会做出卖公司、影响改建的事呢？我只是公事公办。如果你真的是被冤枉的，公司自然会还你清白。但如果真的是你，我绝对不会手软。妈，你看看不染的惨样。小然有事儿，你应该先跟他爹说呀。妈呢？我管他要点钱，想给慧云买点营养品。他说上班给我挣去，一早就溜了呗。易敏德，妈可不是让你随口调侃的。你倒挺懂事儿。好，不说了。哎，你不是有小冉的消息吗？拿来给我瞧瞧。看我女儿怎么了，让你那么得意？快点。行。看到没有？你们家不染泄露了福利院图纸，在公司啊备受排挤。帮我跟他说说，别跟我们作对啊！不然没咱好果子吃。以后别再找小冉的麻烦，你最好把话给我听进去。还挺好吃。知道不然翻不出我的五指山了，忍不了了。我也告诉妈，你一直在故意装废人，妈一定会把你赶出这个家。小崽子，我们早就过了不懂事的年纪，已经是一名父亲了。我能为小冉忍，不代表我不会还手。如果你不知收敛，保不齐你这个位置也做不了几天了。威胁我，等着，我会让不然无路可走。老板，院长那边没什么问题吧？不染的工位什么情况？网上爆料直指不染，调查自然会先冲着他。我昨天才正式通知不染，设计图采用他的，让他跟进施工。他一直都想做福利院的项目，好不容易得到的承认，他开心都来不及，
怎么会傻到出卖公司呢？对手的小动作搞得太明显了，你们不去追查背后使坏人的证据，在这里针对不然，这很不明智。老板，现在在时间上对我们很不利，对手是谁？不就是易家吗？我们何不反利用不然？查不然，只是走个形式，等我们之后爆出他是易家人的身份，那么设计稿的泄露就是易华不正当的竞争行为，舆情很快就会倒戈。牺牲一名新进职员，让易华搬石头砸自己的脚，怎么看都不亏。我不同意，我不同意为了自己的私心，利用和陷害一个无辜的人。找人给不染换把椅子。老板，现在我们不光在建材上被人暗算，在舆情上也陷入被动。如果继续让易华操纵舆论的话，我们不光会失去福利院的改建资格，更会让您多年经营起来的品牌形象被踩在脚下。牺牲不染是最快的化解危机的办法。不染去哪了？老板，我们不能心软。谢谢李师傅。不担心自己的处境，倒有闲工夫在这种花。盆景无辜，我不忍心看他活了这么多年，因为一桩冤案赔了性命。你以前遇到点事情就会炸毛，这次倒很淡定。怎么，怕被人看出内心的不安，只能对植物施展善意了？我跟你说了那么多话，你好歹听进去几句。烫伤膏记得用，把你的手照顾好。土都进纱布了。您品上的安保和行政是美剧看多了吗？怀疑我装窃听器，我装也要装在你家里，用你打呼噜的声音毁了你今日人设，才更有成就感吧。我心里的确很不安，担心盆景因我而冤死，担心福利院的孩子们心愿打折。我最担心你压力太大，不好和院长交代。担心我是真心的吗？我不应该是你心里咒骂的那个黑心老板吗？你也太有自知之明了吧？那你来关心我干什么？是想在公司开除我之前让我放弃抵抗，配合公司吗？别冒充我肚子里的蛔虫。恶不恶心？不过你放心好了，如果你真的要开除我，我也不会拉横幅喊冤的。我只是需要一点时间，最起码是让我和你一起度过眼前的这个难关。因为我和福利院的孩子有过约定，不想什么都不做，不明不白的就离开品上。你如果继续留在品上，只会遭受更多的白眼和质疑。我问过设计部的前辈，他说只要帮公司解决福利院改建需要的物料，目前所有的难题都会迎刃而解。你给我刘总的联系方式，我去求他，别管是给他儿子设计婚房，还是给他的宠物设计房子，我都能做到。这就是你想的好办法。聪明不过3秒，你给我记住，你只不过是个菜鸟，轮不着你为我出头。
我踩到你尾巴了吗？你干嘛突然这么凶啊？我不就要一个刘总的联系方式吗？上次也是莫名其妙惹了他，我去跟他道个歉，顺便说服他给我们提供建材，这样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吗？你给我听好了，我不允许你去找刘总，以后在路上见到他都给我绕着走。从今天起，给你带薪休假，把手养好，你不添麻烦就是最大的帮忙。你让我带薪休假？你没有怀疑过是我泄露了设计图纸吗？废话，就你那屁大点本事，哪能搅动那么多媒体给品上下黑料？等你种好了，你自己搬下去吧。我是老板，我为什么要搬？我没吃完午饭，哪来的力气搬啊？你的力气都用来顶嘴了。哪盆啊？这一盆。跟上。大哥不染都不省心，你这心病好得了吗？我听子鹤说，上次碰见大哥和陆岑阳说什么结亲，大哥是要指望不染彻底倒戈了。你们不是希望妈跟敏德彻底翻脸吗？你想让敏才跟子鹤接班，正好少了妨碍。对付你们一家都不用劳烦妈，不管你们心里在打什么算盘，不染都是没希望的。有没有关注新闻啊？不染毛毛躁躁泄露了图纸，陆岑阳麻烦可不小呢。我猜他现在应该对不染恨之入骨吧。明明心里紧张的要命，不用装作若无其事。以后这样的好事，我们还是会想着不染的。第一次见到干了坏事自己承认的。多亏你们两口子坦诚的明示，我才知道冲着小冉的案件是谁设计的。大哥，可惜子鹤干了不少不光彩的事，我掌握了一些证据。对证据感兴趣的话，你能不能告诉我，是哪位建材商巴结一华最积极？想当年和刘总一起跑工地，夏天吊汽水，冬天喝黄酒，意气风发。这7、8年不见了，兄弟状态不错呀。哎呦，明德兄说笑了。这2年钱不好挣，兄弟我整天盯着苦着，看着公司的那点利润，哎呦，人都老了。明德兄将来要是回归一华的话，多多照顾照顾兄弟啊。说句真心话，这些年呢，一直跟着一华干，没饿死，可是呢，也跟饿死差不多了。这不是前面有我那个弟弟和侄子挡着吗？他们为了对付品上，把建材商都整合起来，要在董事长面前立大功，但是他们几次在陆岑阳面前栽跟头，一点不记教训，还以为品上那边福利院改建图纸泄露，他们稳赢了。我准备黄雀在后，跟他们斗一斗。刘总，你会站在我这边吗？你消息倒是灵通，谁跟你说我休假了？还特意接我来捞伙计。到了你就知道了。哎呦，敏德兄啊，这话说的就见外了，我当然是站在你这边了。这敏才和可心买了那么多的通稿，非说人家设计师泄露了图纸，设计师马上就要因为福利院改建而扬名，
干嘛非要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？这么多年了，整人还是老一套。哎，你说我利用这个点去制止他们如何？明德兄啊，别草率啊！我去过品上，我看那个陆岑阳对那个女设计师挺限制的。硬要这么说的话，那就是女设计师不服公司的打压，出卖公司，玉石俱焚。这样就说得通了。何以见得？哎呦，我是看那个女设计师这小姑娘挺会来事儿的，就想给她个机会。就跟陆岑阳说了，让不染下班以后，我请她去吃个饭，喝点小酒。哎，那陆岑阳当时就拉下脸拒绝我，好像我抢他们家东西似的，真是。你看人家设计师长得漂亮，打人家主意了吧？嗨，只要姑娘愿意，咱又不会亏待人家。哼，那个陆岑阳真是不识抬举啊！你说这拿员工换合作机会啊，他都不答应，活该被人设计。原来陆岑阳在刘总面前凶我，是在保护我。陆岑阳心思缜密，公司管理有方，能泄露机密的，起码是他的左膀右臂。我不相信子赫有这个能耐，收买品上的主要管理层。易子赫的本事呢，只是泡妞。明德兄，我只能提醒你到这里了。多谢兄弟，我们以咖啡代酒，干一个。来，干！激动了，激动了！我也是吧，兄弟。你看，哎，没事没事。那我就先走了，回去换个衣服。好好好。哎呀，伯父忽悠刘总一套套行云流水，临走前还不忘修理他一把，厉害。我看到他要打小冉的主意，心里当然不爽。以后我再跟他算总账。欧巴，干嘛？感动你印象当中的老爸回来了？小傻瓜，你可是我的翻版，你这么不肯服输，我怎么能自暴自弃呢？我原本想着把这酒鬼的角色演到底，让奶奶对我们的不满都吸引到我身上来，但我现在要再不出手，怕你会被动。这手伤得重吗？小伤，都快好了。听你的意思，我的一举一动你都清楚。对不起啊，女儿，是老爸的错，才会让你这样一路战战兢兢的。但看着我闺女越挫越勇，老爸心里很欣慰。等我成为更优秀的空间设计师，你会比现在更欣慰的。那是自然。哎，你们赶紧去查清楚，易子赫是从谁手里拿到的图纸，找到人证，舆情一转，你和品上的麻烦会不攻自破。易子赫是通过泡妞拿到的设计图，图纸是福利院院长前不久才定的，这人会不会出在福利院长？